居鲁士突然出进扑克大厅，砍了多弗朗明哥的脑袋，引来房间里众人一阵惊愕。巴法罗还想反抗一下，居鲁士将长剑一指，顶住了巴法罗的下巴。10年，我们整整忍耐了10年。巴法罗转动螺旋桨，准备吹飞居鲁士。居鲁士直接跳过去，一个锁喉将巴法罗丢出窗外。路飞大为失望，本来自己还想和多弗朗明哥打一架的，没想到他居然这么轻易就被人斩首了。这时走廊里传来嘈杂，追兵追上来了。路飞抱着紫罗兰跳进了房间，奔向罗。罗看到路飞懵了，这小子不是应该去毁掉工厂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罗大声斥责路飞，让他赶快离开。路飞不听，拿过紫罗兰提供的钥匙，准备打开罗的手铐。这时一声让人惊悚的笑声传来，这是多弗朗明哥专有的笑声。地面突然凹起一块，路飞等人跳起来躲闪一边。皮卡赶过来支援了，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能干呀！明哥的脑袋突然说话了，这小子居然还活着，鬼知道他是什么体质，脑袋被砍了毛事没有。明哥笑了笑，随即额头上青筋暴起，玩具们复活了，革命军也加入了，全国各处一片混乱，就连烧射果实也没有了。所有的事情都向着极坏的方向发展。明哥再笑不出来了，他气得脸色发紫，恨不得一口咬死路飞。看来只好使用最终技能鸟笼了。明哥被斩首了，居然毛事没有。居鲁士虽然感觉十分疑惑，但还是很不甘心。他提起长剑冲上去，准备对明哥的脑袋补上一刀。突然在居鲁士的身后出现了另一个明哥，我来教教你什么才叫斩首吧。多弗朗明哥飞出一脚，直击居鲁士的脑袋。关键时刻，路飞扑了过来，按下居鲁士的脑袋，躲开致命一击。明哥一脚踢出去，整个王空直接被切开，这脚简直比刀锋还要厉害。原来那个被砍头的明哥是明哥本体的现分身，是明哥的傀儡，所以挨了一刀后啥事没有。路飞跳起来攻向明哥，明哥用武装色硬刚路飞的喷气机关枪，趁路飞不注意，明哥操控自己的分身闪到路飞身后，一张五色线将路飞砍伤。明哥用武装色拳头直接打在路飞的脸上，将路飞重重的击飞。不过明哥似乎并不打算直接干掉眼前这些人，他想玩一把大的游戏，于是命令皮卡将所有人丢出城堡，自己操控分身跪在城堡顶端，从脖子上喷射出许多细线，细线直接喷到空中最高点，散到整个德雷斯罗萨的各个地方，将整个国家包围其中。这就是多弗朗明哥的最终大招鸟笼。多弗朗明哥已经到了最疯狂的地步，打算将所有的人全部干掉。这些细线就好像笼子一样，把人围困在里面。如果有人想要强行通过，就会被锋利的笼子划开身体，就算是炮弹也无法突破笼子。不只是鸟笼，明哥又发射了许多寄生线，种植在那些小杂兵的身上，控制他们到处搞破坏，杀人放火。既然这个国家已经一团乱糟了，那就让它更乱吧。竞技场中，雷贝卡找回了父亲的回忆，瘫坐在地上泪流不止。萨博在一边说了一堆意味深长的话，这应该就是这个国家不为人知的黑幕吧。万物皆有核心，只要找到这个核心，不管什么状况都能够打破僵局。萨博双手用出武装色，一拳砸在了擂台中心的地方，擂台瞬间裂开。萨博击出的拳头突然爆发出一股气息，裂开的擂台被轰成粉末，水面开始不断翻腾。竞技场的观众们惊慌失措，争先恐后的向竞技场外面跑去。始终的斗鱼受到波动影响，不安地跳出水面。萨博瞅准背着烧烧果实的1号斗鱼，几个翻身跳到斗鱼的背部，徒手掰开箱子，将烧烧果实取了出来。所有人跌出场外，是我赢了，烧烧果实归我了。萨博一口将烧烧果实吞掉，抱怨了一声：“真的难吃。”接着，萨博抱起险些跌入水中的雷贝卡，跳到空中，尝试着攥起拳头，果然有火焰出现。艾斯，你的能力我收下了，火拳！一条火柱从萨博的手中喷涌而出，直接击中了竞技场中间。竞技场的下面就是地下交易港，革命军此行的目的正是在此。地下工厂，雷欧率领小人族举起乌索普就跑，罗密有能力殿后，巨人族海尔丁赶过来帮忙，打退了托雷波尔，然后将乌索普托在手中举了起来，向所有地下工厂的劳工们展示。听说有人从10年前就被变成了玩具，如果没有这个人，我们要做一辈子的玩具，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工厂劳动。各位战士们，大家看清楚了，这个男人就是解除了我们诅咒的英雄，他的名字就是乌索普船长。海尔丁话音刚落，全场一片欢腾。这时交易港的天花板突然坍塌，有斗鱼从上面掉了下来，阳光从裂缝中洒下黑暗的交易港，照射在乌索普的身上。人们还以为自己看到了幻觉，此时的乌索普犹如救世主一般，全身闪闪发亮，人们的眼睛都看直了。有人泪流满面，有人惊得张大了嘴巴，而乌索普疼得已经说不清楚话了。他挣扎着，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几个字：“快把我放下来，我已经疼死了。”
人们被眼前的一幕冲昏了头脑。他们听到乌索普说的：“让我来指引你们。”这简直就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人们跪倒在地，大喊乌索普的名字，愿意为乌索普马首是瞻。乌索普迎来自己出海以来最高光的时刻。从此，他再也不是那个只会撒谎的骗子乌索普，而是一个真正拥有10万部下的传奇英雄。乌索普被众人吵醒，看到眼前的一幕，瞬间愣住。他缓缓说道：“摧毁工厂，救出小人族。”众人一片欢呼，欢呼声响彻整个地下工厂。既然是大神乌索普开口了，众人岂敢不从，立刻喊杀声一片，冲向工厂。但是工厂中还有一个棘手的人物镇守，那就是托雷波尔。好在这个时候，萨博与他的同僚科尔拉也赶到了地下海港。他们掠过海尔丁和乌索普，向工厂赶去，与已经到达地下的另一个同僚鱼人哈库会合。革命军此次对德雷斯罗萨行动的3大主力终于碰头在了一起。萨博目前担任革命军总参谋长，科尔拉与哈库则是革命军的战士。3人集结一起，准备对工厂进行强攻。因为德雷斯罗萨向世界各地走私了大量的武器，助长了全世界的战争。萨博3人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捣毁这些武器制造和走私的窝点，阻止战争的蔓延。在此之前，革命军屡次派人潜入进来，但是因为都被变成了玩具，所以德雷斯罗萨的黑市一直都没有被发现。地下交易港的守卫们被变成了人形的人们追着打，被迫退到寺庙工厂中。而在工厂外面迎战的是唐尼克特家族的2个最高干部迪亚曼蒂和托雷波尔。那些杂鱼们怎么可能是这2个高手的对手？3下5除2就被2人收拾掉了。乔装成多弗朗明哥的警卫们在地下工厂电梯中遭遇了恢复成人形的海贼们。大家一看警卫们这个装束，二话不说直接开枪射击。好在警卫们反应迅速，躲到天花板上保了一命。蓝色妖精推测有可能是作战成功了，所有人都变回了人形，所以才会出现很多暴徒。警卫们立刻撤掉了多弗朗明哥的装束，向玩具之家奔去寻找看守狼。在地下交易港，警卫们碰见了罗宾等人。明哥通过视频影像向全国通报，看来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国家的真相，想要杀了我，那就一起玩个游戏吧。鸟笼计划已经开启，所有人都会被鸟笼困死，这种死亡的恐惧会持续数天，慢慢折磨着每一个人。只有2个方法能够停下来，要么杀了我，要么就杀了草帽一伙以及利库王族。横竖都是死，如果为多弗朗明哥效力，还能得到悬赏金。萨博看到大屏幕上的自己都愣了，多弗朗明哥情报收集能力也太快了，没想到自己一下子成了这个国家的悬赏犯。乌索普看着大屏幕，感觉十分庆幸，还好没有自己。这时多弗朗明哥说道：“下面这个家伙最让我恼火，砍下他的脑袋将获得5亿的赏金。这个人就是草帽团的狙击王乌索普。”所有的被多弗朗明哥悬赏的主犯中，乌索普的悬赏金最高。那些暴徒们一阵欢呼，在金钱和生命面前，他们已经忘记了将他们从玩具身躯里救出来的大救星。现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利益2个字。乌索普看到大屏幕上出现了自己的照片，吓得泪流不止。没想到自己还是没能躲过去，悬赏金这么高，一定会被很多暴徒追杀的。地下交易港，暴徒们一转身就看到了受伤不起的乌索普以及罗宾、萨博等人，他们尖叫着冲过来。5亿赏金这么简单就要到手了。最可怕的是，不止这些利益至上的亡命暴徒，就连德雷斯罗萨的国民们，面对巨大的利益和生命的威胁，也几乎是一边倒的选择效忠多弗朗明哥，去追杀和抓捕被悬赏的那些人。路飞等人一下子从国民英雄变成了国民罪犯。弗兰奇得知此事之后，立刻跳起来逃出了玩具之家。在大街上，弗兰奇遭到一伙暴徒的围攻，弗兰奇气得大骂：“你们不是被乌索普救出来的，变成玩具的那帮人吗？”暴徒们哈哈一笑，那有什么关系？现在你们已经被悬赏了，抓到你们就有钱，还在乎什么救命之恩？弗兰奇大怒，站稳脚跟，用机枪和炮弹将暴徒们打倒。转过头，弗兰奇又被一群国民发现，国民们一拥而上，抓住弗兰奇的手脚，一个人从远处对准弗兰奇的脑袋射击。虽然枪击对弗兰奇造不成任何伤害，但是弗兰奇却极为心寒。面对平民百姓，他无法贸然出手伤害他们，只能气得大骂，边骂边把趴在自己身上的百姓丢掉，然后向着工厂奔去。寺庙工厂建筑巨大，十分醒目。弗兰奇打算直接跑到工厂面前，一记激光炮送工厂上天。举国上下都在寻找被通缉的路飞等人。海军这边也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战士被多弗朗明哥操控，成为乱杀乱砍的暴徒。一向胸有成竹的藤虎此时也懵了，面对自己的部下和大批的群众，他不知道该如何出手。不出手，群众们就要互相残杀，无数无辜的国民会惨死；出手的话，受伤的还是无辜国民。这一切太难了。属下向藤虎报告，一定要剥夺多弗朗明哥的七武海称号，而且应该立刻将他逮捕。多弗朗明哥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发指。地下交易港，罗宾等人被一大群暴徒追杀，没办法，只能向外面跑去。这时，路飞打来电话，罗宾接起来后，路飞问候了雷贝卡，他告诉雷贝卡，没能把烧烧果实给你，真是抱歉了。
不过作为补偿，我一定会打飞多弗朗明哥，你千万不要离开我的同伴，我会马上结束这场游戏，你一定要活下去，知道了吗？雷贝卡擦了擦眼泪，坚定地点了点头。说干就干，路飞准备立刻和索隆攻进王宫，干掉多弗朗明哥。罗站出来指出了这个计划的致命之处，他们本来的计划是破坏工厂，留下多弗朗明哥。工厂没了，凯多自然要把怒火宣泄在多弗朗明哥的身上，到时候就可以挑起多弗朗明哥和四皇的战争。现在路飞他们打算直接干了明哥，到时候凯多会把怒火发泄到他们这些人身上，之后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都要被迫和四皇正面开战。你到底知不知道状况啊，草帽？路飞冷酷地说：“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你看看现在的情况吧。如果现在收手，整个国家将会是一副怎样的惨状？”此言一出，罗立刻沉默了。路飞二话不说，一手抓着罗，一手抓着索隆，直接从高地跳下去，奔向王宫。结果跳错了地方，直接跳到了玩具之家。几个人刚一落地，就被奶嘴哥一行人包围起来。然而现在整个德雷斯罗萨哪还有安全的地方？无论空降到什么地方，都是是非之地。索隆不想迎战，三人赶紧开溜。论起追击技术，奶嘴哥等人可是很厉害的。德林杰速度很快，几步就追上了路飞，但路飞很快将德林杰甩开。奶嘴哥通过在地下游泳追上路飞，将他的双脚死死抓住。大胡子大叔从空中一跃而下，用肚皮砸向路飞。路飞拉长自己的身体，躲开了大胡子的泰山压顶。德林杰趁机跑到路飞面前，对着路飞的脑袋飞起一脚。好在索隆及时赶了过来，踹了德林杰的屁股，救路飞于危难中。三人一转身，再次被各路的打手和守卫包围起来。打倒了守卫，前面还有国民，都是冲着他们的悬赏金而来的。索隆申请砍了这些国民，路飞将他制止住，还是用霸气暂时将他们震晕吧。这时藤虎拨开人群，打破了双方的对峙，然后摇摇晃晃地走上前来。索隆和路飞严阵以待，准备与藤虎对招。王宫城内，多弗朗明哥面对两个频频失误的手下，并没有多说什么。迪亚曼蒂丢了烧烧果实，托雷布尔没能保护住砂糖，这两件事让多弗朗明哥损失巨大，但是则被手下时间也不能倒流，现在只好想办法搞定目前的局面了。不过有一件事让托雷布尔等人很顾忌，那就是一直待在德雷斯罗萨的藤虎大将。明哥笑了笑，反正藤虎是不会插手自己的事情的，等事情平息之后，直接将藤虎干掉，绝对不能让他把自己的事情抖出去。我是谢木君，咱们下期见。